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周多情。淑娟找上配音，表明不愿意让佑星认祖归宗。配音解释自己不会和志成有情感牵扯，仍遭淑娟强硬拒绝。隔天一早，淑娟便要志成签下切结书，志成认为淑娟没权利管。小安表态认同淑娟，三人大吵一架。后来配音向佑星提起此事，佑星表示只要知道父母是谁就好，其他的事并不在意。志成来向两人道歉，保证一定会给他们母女一个交代。惠宏提起阿满阻止他将权状和硬件交给中介的事，思思不解阿满的行为，但认为他不是坏人。嘉纯和佳玉回来后，文章聊到有人想诈骗阿勇的地，佳玉敏锐的猜想，怎么会有人知道思思有经济压力？众人推敲，可能又是佳瑶在背后指使，无奈苦无证据。嘉纯提议，大家可以帮忙筹备建民宿的基金，当作是入股。文章表示，这样每个人可能要出资超过100万。此时佳玉想到，可以找个金主就好，心中已有人选，决定暂时卖个关子。听完阿满的规劝，张庭决定向志成请辞。志成强力未留，张庭忍不住说出对志成的怨怼。志成说他都了解。张庭顿时愣住，原来志成早就知道张庭的爸爸就是第一个在自己手上过世的病人。接着解释，当初丈夫的病况已经无救。张庭崩溃，原来一直以来都是自己误会志成。张庭在走廊上遇到小安，坦诚自己是在利用他接近志成。小安气得大骂。志成经过听到，讶异两人原来是旧识。张庭向两人道歉后离去。志成想起有人说过小安和张庭的关系暧昧，只问小安，小安反骂志成和配音纠缠不清，两人又吵了一顿。佳瑶讥讽慧君是诗诗的累赘，总有一天会被抛弃。慧君自省不想成为诗诗的包袱，决意寻死追随陈浩。不久后，诗诗接到慧君简讯，得知慧君心意，气骂佳瑶乱说话。文章和嘉纯急忙陪诗诗出去找慧君。慧君来到海边，一步步往海里走。阿满突然冲出来制止，说着只有慧君和陈浩才知道的事。原来是陈浩上身阿满，再次感谢慧君的照顾。虽然没有了形体，但会一直感念慧君的恩情。正当众人烦恼找不到慧君时，慧君回来，诗诗直接冲上前抱住慧君，表示绝不会遗弃她。文章也承诺过自己会代替陈浩照顾她。慧君听完很感动，佳瑶在一旁说风凉话，美玲受不了，跳出来表示要出钱帮诗诗盖民宿。除了佳瑶暗自生气外，其他人皆欢天喜地。佳瑶回到家，发现是 Carol 在带真仆和一彤，吓了一跳。Carol 还要小孩叫她妈妈。文珍回来，表示是自己请 Carol 帮忙照顾小孩。Carol 接着说，又帮文珍带了中药，随后离开。佳瑶见文珍精神越来越差，心生怀疑，偷拿了一些中药后离开。因为得不到海外账户密码，威廉将大庆推向马路，想同归于尽。幸亏成功经过救了他们。成功教训完威廉后，带大庆回家擦药。成功发现大庆的复健大有进展，鼓励大庆继续加油。佳瑶将中药拿给老板检查，发现里面竟然被加料，回头找 Carol 质问，并要他先回美国。两人爆发冲突，佳瑶提出分手 ，Carol 大受打击。佳瑶回家后，文珍表示 Carol 帮忙带一彤出去玩，打电话给 Carol 故意装作被人骚扰，将自己和一彤弄得相当狼狈。文珍和佳瑶赶来 ，Carol 表示有人想要伤害一彤，自己拼命保护一彤安全。文珍傻傻的感谢 Carol。后来 Carol 表示不敢自己一个人睡，文珍让他睡一彤房间。半夜 Carol 进房弄醒佳瑶，表示因为太爱了不想分手。佳瑶心想这是惹上了什么女人，只好暂时答应 Carol 不分手。小安在酒吧喝酒，正好威廉也来，两个失忆的人一起买醉后发生了一夜情。小安难以接受自己竟然和威廉发生关系，
志成回来后向小安道歉，小安心虚，表示不会再误会他和配音了。思思带真仆到以前和陈浩约会的地方，心里缅怀着他。突然，思思感觉到陈浩似乎就在身旁，陈浩要思思好好保重，思思也答应会好好照顾慧君。这天，佳瑶独自走到海边，将郑雄的录音笔丢进河里，觉得自己应该能全身而退。另一边，思思先前发现录音笔不在陈浩的遗物中，返回到车祸现场找寻，却怎么样也找不到。随后找上帮陈浩修理的朋友，才知道录音笔有云端备份功能，猜测只要能进云端找到档案，就能知道真相。后来文珍和佳瑶回美玲家，提起公司要盖仓储，文章主动说要帮忙画设计图，心想可以借此进公司找寻云端密码。某天，佳瑶忽然觉得自己的行踪都被 Carol 掌握，在家四处寻找，果然发现了监视器，错愕地跑进 Carol 家，四处翻找后找到钥匙、文珍耳环和自己的外套。此时心里有谱，还翻到 Carol 偷藏的手机。突然传出的婴儿哭声，吓得他赶紧把手机丢掉。这时 Carol 来捡起手机，佳瑶忍不住大骂变态，提出分手，并要 Carol 滚回美国。Carol 听完后像发疯似的崩溃大哭。佳瑶回家后，要文珍别再和 Carol 来往。文珍觉得奇怪。不久后 Carol 来，没想到竟然没说出真相，反而只是关心文珍的身体。Carol 离开后，文珍觉得都是佳瑶误会 Carol， 佳瑶却收到 Carol 传来的档案，竟然是他开车撞死陈浩的画面，又吓得赶紧找借口去 Carol 家。Carol 表示已将档案交给友人，若自己出事就会公布影像。佳瑶吓到像条狗，不断向主人求饶。Carol 教训了佳瑶，并要她永远乖乖听话。佳瑶只能答应。小安邀请配音吃饭和解，向配音敬酒并道歉，希望得到他的原谅。现场气氛融洽。不久后，小安接了通电话，要对方进包厢。小安表示要介绍医院的药剂师给配音，配音本想离开，却被小安拉住。对方进来，配音只好尴尬地留下来吃饭。黄药剂师送花来给配音，配音想跟他说清楚，便约他到外面散步，向黄药剂师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黄药剂师表示尊重，见配音冷，于是去买了佳瑶的咖啡给配音。配音喝过后就乖乖晕倒了。随后黄药剂师直接将配音带到饭店，想要侵犯他。幸好配音在迷蒙中醒来，挣扎地躲进浴室，及时打电话并传定位资料给志成。志成赶来后揍了黄药剂师一顿，黄药剂师趁机逃走。配音因为药效未退，迷迷糊糊地诉说着对志成的情感。后来黄药剂师打给小安，告知发生的事，反而被小安臭骂一顿。小安心想一定会被志成误会是自己安排的，决定要将这件事和假怀孕一次处理干净。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多情，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，下周也别忘了持续锁定一周多情哦。喜欢的朋友们也请记得分享出去哦。